诸位，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清明节扫墓，你们看现在的社会，一到这个时候，满大街都是卖烧纸的，卖鲜花的。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打工的年轻人，心里都挂着一件事：哎呀，我要回老家，去山上给过世的老爹老妈或爷爷奶奶磕个头，烧点钱。这是几千年的规矩，叫慎终追远，是好事，说明我们不忘本，有良心。但是你们要晓得，在这个看似天经地义的事情背后，有没有人想过，我们这样做，那些躺在坟墓里的人真的受得到吗？我们费那么大劲，跑那么远的路，到底是安慰了死人，还是安慰了我们自己？我为什么要问这个话？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位真正的得道高僧给出了一个跟我们世俗观念完全不一样的答案。这个人是谁？就是台湾的广钦老和尚。哎呀，提到广钦老和尚，那个名气大得不得了。他不认字，但他那个智慧，那个神通是修出来的。人家叫他水果师父，因为他一辈子不吃饭，就吃点水果，修苦行修出来的。他是真的有功夫，不像现在有些假和尚嘴皮子翻两下就完。他是能入定，一坐哪怕1个月都不动。就是这么一位大德，在1972年的清明节前夕，做了一件让当时所有人都掉下巴的事情。那是1972年的春天，3、4月份，阴雨绵绵，在台湾的涌泉寺，那是广钦老和尚住持的地方。那时候寺庙里住了好几个年轻的比丘，就是刚出家不久的年轻和尚。这些年轻人虽然剃了头，穿了袈裟，但心里的那个俗情还没断干净。你看他们那个样子，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为什么？因为清明节到了。这一天傍晚，木鼓声刚刚敲响，咚咚，那个声音很沉稳，听着让人心静。但是在方丈寺外面，这几个年轻和尚心静不下来。他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推选了一个胆子大的，敲开了广钦老和尚的门。老和尚当时在干什么？他在诵经。老人家坐在那里，那个相貌啊，慈眉善目，就像一尊古佛一样。见到弟子们进来，老和尚就把经书放下了，那个眼神很深邃，看着他们，就像能把他们的心肝脾肺肾都看穿一样。师父，那个带头的年轻比丘说话了，有点吞吞吐吐。弟子们有个问题想请教。广钦老和尚点了点头说：讲嘛。那个比丘就壮着胆子说：师父，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虽然出家了，但家里的祖坟还在，父母祖先的恩情还在。我们在想，是不是应该回乡去扫墓祭祖？不知道师父您觉得怎么样？你们听听这话讲的有没有道理？太有道理。这是人之常情嘛。哪怕是出家人，也不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们猜广钦老和尚怎么反应？老和尚没有马上回答，他沉默了。那个沉默的时间有点长，房间里静悄悄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年轻的和尚们心里开始打鼓，心想，难道我们提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过了好半天，广钦老和尚才缓缓地开了口。他没有直接说去或者不去，而是反问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说：你们既然已经出家做和尚了，那个地藏经里是怎么说的？你们难道忘了吗？这一问把几个年轻和尚问懵了。他们心想，我们在问扫墓，师父怎么扯到地藏经去了？这哪跟哪啊？这就叫话不投机半句多，也叫高人指路，不走寻常路。广钦老和尚这一句话就像是一把钥匙，准备要打开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真相的大门。
你们要晓得，我们普通人看世界是用2只肉眼看到的是那个坟堆、那个墓碑、那个土包包，我们觉得那里面躺着的就是我的爹，就是我的娘。我给土包包磕头，就是在给爹娘磕头，这是我们的逻辑，对不对？这个逻辑叫世间法。但是得道的人，像广钦老和尚这种开了天眼慧眼的人，他看这个世界不是看表面的那个土堆，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流转，是因果的去向。他提地藏经，就是想告诉徒弟们，你们眼睛里看到的那个祖先和实际上存在的祖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几个年轻比丘当时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完全没听懂。其中一个就小声嘀咕：师父，经是经，是是是，如果我们不去扫墓，家里的亲戚朋友会不会戳我们脊梁骨？会不会骂我们出家就忘了本？是大不孝啊！你看，这就是凡夫的执见，怕这怕那，最怕的就是别人的那张嘴。广钦老和尚听了淡淡的笑了一下，那个笑是包含了多少慈悲和无奈。他说，你们啊，还是放不下世俗的眼光。接着老和尚说出了一段让在场所有人，包括现在的我们都要起鸡皮疙瘩的话。他说，我问你们，坟墓里躺着的真的是你们的祖先吗？这句话一出来，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朋友们，你们也摸着良心想一想，或者你们现在就闭上眼睛想一想，你们每年清明节拖家带口，又是开车又是爬山，累得半死，跑到墓地对着那个冷冰冰的石头磕头，烧那个纸钱。你们真的确定你们的亲人就在那里等着收钱吗？如果我告诉你们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甚至可能还有别的东西，你们会怎么想？广钦老和尚之所以拦着不让他们去，绝不是因为他不通人情，更不是因为他不孝顺，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太通透了，他知道真正的孝道在哪里。他不想让徒弟们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那种做给活人看的假把式上。那么老和尚说的《地藏经》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人死之后，那个灵魂佛家叫神识到底跑哪去了？为什么说去坟地里找祖先是刻舟求剑？这个道理我下面要好好跟你们掰扯掰扯，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最终归宿的大问题，你们要听仔细了。刚才我们讲到广钦老和尚问了那几个年轻和尚一句狠话，坟墓里躺着的真的是你们的祖先吗？这一问把那一屋子的小和尚问得哑口无言。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就是现在的你们，甚至很多读了一辈子书的教授都不一定搞得清楚。老和尚看他们不说话，叹了口气，接着说，地藏经讲得很清楚，人死之后神识离体，经过749天，除非是大修行人可以直往生，或者大恶人直接下地狱，一般的老百姓都要随业力去投胎。你们想想看，49天一过，他早就走了，那坟墓里剩下的是什么？来，我给你们把这个道理掰碎了讲一讲。这个道理要是听懂了，你们对生死的看法立马就不一样了。我们常说人死如灯灭，好像人一死，两腿一蹬就什么都没了。错，大错特错。佛法告诉我们，要看清生命的真相。生命是什么？生命不光是这个180斤的肉坨坨，这个肉体说句难听的，就像是我们穿的一件衣服，或者说是我们住的一个房子。你们大家都有住旅馆的经验吧？你是一个旅客，这就好比你的神识，也就是俗话说的灵魂。你背着包住进了一家旅馆，这就是你的身体。你在旅馆里住了几十年，这就是你的一辈子。等到哪一天时间到了，你要退房了，你要走了，这就叫死。那你走了以后去哪了呢？
你可能坐火车去了北京，可能坐飞机去了美国，也可能倒霉一点，车坏了，留在了半路。反正有一点是肯定，你肯定不在那个旅馆房间里了。好，现在问题来了，你们清明节去扫墓，那个坟墓是什么？那个坟墓就是那个旅客曾经住过的旧旅馆，或者是他穿破了扔掉的旧衣服。你们跑到那个坟堆前面，把那个旧衣服供起来，又是磕头，又是送吃的，又是哭的稀里哗啦。你们喊爹啊娘啊，你吃一点吧。我就问你们一句话，那个旧衣服他能吃吗？那个真正的爹娘，那个曾经在这个身体里哭过、笑过、爱过你们的神识，他早就走了。按照地藏经的说法，绝大多数在49天之内就已经转世投胎去了。这就好比你的亲人已经搬家搬到北京去了，已经在那里开始新生活了，可能是个新生的婴儿正在那里哇哇大哭要奶吃呢。结果呢，你还在老家的破房子门口对着门板磕头，说你出来见我一面吧。这不是傻是什么？这叫刻舟求剑，这叫守株待兔。广钦老和尚当时看着那些年轻比丘，语重心长地说，地藏经讲众生业力不可思议，人死之后神识就像那个蝉蜕皮一样，蝉飞走了，留下个壳在树上。你们现在要去拜那个壳，还怕别人说你们不孝顺，这不是颠倒吗？这个时候有个年轻比丘听得似懂非懂，他挠挠头问了一句挺实在的话，师父，照您这么说，那坟墓里头岂不是空的？那我们几千年来的祭祖难道都是在拜空气？老和尚笑了说，也不是全是空的，里面有尸骨，有白骨，有烂肉，有细菌，有虫子，唯独没有，就是你们的祖先。你们要晓得这个道理，虽然听起来有点冷酷，但它是真相。佛法讲因果轮回，这是很精密的科学，不是迷信。一个人死后，他的神识灵魂会进入一个状态，叫中阴身。这个状态维持多久？一般是49天。在这49天里，他的神识就像一片羽毛，被风吹着走。这个风是什么？就是他生前造的业力。如果他生前是个大善人，他就飘到天上做天人去了，或者往生极乐世界了。如果他生前杀人放火，那就惨了，直接掉到地狱恶鬼道去了。如果他不好不坏，像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那就可能又投胎做人，或者变成个猫猫狗狗。所以老和尚问那句话，坟墓里躺着的还是你们的祖先吗？答案显而易见，绝对不是。如果你的祖先福报大，早就投胎到好人家享福去了，人家现在可能有新的爸爸妈妈，正过得开心呢，哪里听得见你在坟头哭？如果你的祖先造了恶业，正在地狱里受苦，或者变成了恶鬼，那他更惨，他是想来也来不了啊。那年轻的比丘们听了，心里头那个旧观念开始动摇了。那个小和尚又问，那如果不去扫墓，会不会被人骂不孝顺呢？毕竟大家都去啊，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大问题。我们最讲究面子，最讲究随大流。明明知道可能是错的，但只要大家都做，我就得跟着做，不然我就成了一类广钦老和尚怎么看这个孝道的问题。他认为什么才是真孝，什么才是假孝。这就要讲到那天特意从台南赶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居士。这位老人家可是带着一肚子的火气和困惑来，他觉得老和尚是在破坏传统，是在教坏年轻人。这一场关于真假孝道的辩论，那是相当精彩。想不想知道老和尚是怎么把这位老居士说得心服口服的？这里面的智慧能把你的脑子彻底洗一遍。刚才我们讲到广钦老和尚一句话，把人死如灯灭的那个灯给点亮了。
告诉徒弟们坟里没有祖先。但这还没完，毕竟这种说法太惊世骇俗了。就在那些年轻和尚还在发愣的时候，寺院外面传来了一阵咚咚咚的拐杖声。来的人是谁呢？是一位从台南特意赶过来的老居士。这位老人家白发苍苍，手里拄着根龙头拐杖，面色红润，一看就是平时积德行善，家里条件也不错的人。但是这一天他的脸色太好看，气呼呼的。他一进门见到广钦老和尚，那个礼数还是有的，恭恭敬敬鞠了个躬，但开口说话那个语气就带着刺了。老和尚啊，我听外头人传说您劝弟子们不要去陵园扫墓，这话是不是真的？广钦老和尚看着他，微微点了点头，脸上还挂着那个标志性的慈祥笑容，说是有这个话。老居士一听，拐杖在地板上重重地顿了一下，咚的一声，他急了，老和尚，我一直敬重您是得道高僧，但是这件事我不服。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讲的就是个孝字，百善孝为先啊！清明节去坟头上给爹妈除草、培土、烧点纸，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连这个都不做了，那我们跟禽兽有什么区别？那不是大不孝吗？哎呀，这话骂得重啊！这不仅是老居士的心里话，我想可能也是屏幕前很多朋友心里的疑惑。大家会觉得，老师你讲的再玄乎，我不去扫墓，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广钦老和尚一点没生气，他招呼老居士坐下，还亲自给他倒了杯茶。然后老和尚慢悠悠地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把那个孝道的皮给扒开了，露出了里面的骨头。老和尚说，大德，你能为了这件事专程跑来问罪，说明你是个有善根有孝心的人，但是你那个孝是世间孝，我讲的孝是出世间的大孝，这两个不是一回事。老居士愣了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广钦老和尚指了指窗外院子里一棵大菩提树，那时候正是春天，老叶子刚刚落完，新芽正在往外冒，嫩绿嫩绿。老和尚问，你看那棵树，春天发新芽，秋天落黄叶，叶子落了，烂在泥里了，你会对着那个烂泥巴哭吗？你会觉得那个烂泥巴就是这棵树吗？老居士说，当然不会，叶子落了是为了明年长得更好。对了，广钦老和尚一拍大腿，人也是一样啊，肉身就是那个叶子，神识就是那棵树的命根子，叶子黄了枯了，埋进土里了，那是自然规律。神识早就借着业力去转世投胎，长出新叶子来了。你不去关心那个正在生长的新叶子，非要守着那个烂泥巴里的旧叶子哭，这叫什么？这叫愚痴，不叫孝顺。接着老和尚说了一段更扎心的话，给你们翻译翻译。老和尚说，现在的世俗人扫墓，真的是为了祖先吗？你们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很多人去扫墓是做给活人看的，你看我也去了，我买了最大的花圈，我烧了最多的纸钱，我开了最好的车去，左邻右舍一看，哎呦，这家人孝顺，这家人有钱，这哪里是祭祖？这是在演戏，这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还有更糟糕的。老和尚脸色一沉，说，还有些人为了祭祖，杀鸡宰羊，大摆宴席，把那些众生杀了，摆在坟头供祖先。你们晓得这有什么后果吗？这一问把老居士问愣住了。广钦老和尚叹了口气，地藏经里讲得明明白白，人死之后最怕就是阳间的眷属给他造杀业，你为了祭拜他杀生害命，这个杀生的这笔账有一半要记在那个死人头上。本来他可能还能投胎做人，因为你给他杀生祭祀，增加了他的罪业，反而把他拖累到地狱恶鬼道去了。
你们这叫孝顺吗？这叫把亲人往火坑里推啊！哎呀，听到这里，那个老居士背上的冷汗都下来了。他一辈子信佛，但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他颤巍巍地问：那如果不去扫墓，怎么才算尽孝呢？广钦老和尚目光变得非常柔和，他说：真正的孝道是把父母从六道轮回的苦海里拉出来。如果你的父母还在世，要劝他们念佛，劝他们吃素，帮他们积攒往生的资粮。如果父母已经过世了，你要替他们多做功德，诵经、放生、不杀，然后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这就像是给在远方的亲人汇款一样，你把功德汇过去，不管他现在投胎到了哪里，他都能收到，都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才是大孝，这才是真聪明。老居士听到这里，心里的那个疙瘩算是解开了一大半。他看着窗外的菩提树，若有所思。但是人的那个执念啊，不是那么容易就断干净。旁边有个年轻的小比丘听得入了神，突然想起个事儿，又问了师父：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听村里好多人说，他们在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真的能感觉到祖先回来了。有的人甚至还能看见亡魂显灵。如果坟里没人，那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哎呦，这个问题一出，刚才刚缓和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诡异起来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在坟地里感觉阴森森的，或者觉得有人在盯着你看，或者听谁说过在墓地看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广钦老和尚听到这个问题，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甚至带着一点警告的意味。他说：这个事情大有玄机，你们千万要小心。那些在坟头出现的影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老和尚说，那往往不是你的亲人，而是更可怕的东西。这背后的真相说出来，能吓你们一跳，但也能救你们一命。我告诉你们这个道理，在中医里叫气场，在佛法里叫因缘，在现在的科学里叫磁场共振。老和尚解释说，那些坟墓终年不见阳光，阴气深深，你的祖先那个神识绝大多数早就投胎走了，那个坟墓就是一个空房子。但是天地之间除了人，还有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众生，不管是叫孤魂野鬼也好，叫中阴身也好，或者是依附在草木石头上的精灵也好，他们没地方去，没吃没喝，苦得很。现在好办了，你弄个坟墓在那里，又干净又凉快，还定期有人来送吃的，烧香磕头。你说那些流浪的孤魂野鬼去不去？肯定去啊，就像一个空房子没人住，很快就会有流浪汉乞丐钻进去住。这时候你清明节来了，你跪在坟头，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喊着爹啊娘啊儿子来看你了。你这一喊，那个躲在坟墓里的流浪汉孤魂野鬼听见了，他正愁没吃的呢，一看你送来了鸡鸭鱼肉，还送来了纸钱，他为了吃到这口饭，他就会感应你。怎么感应？他会利用他的一点点鬼通，甚至幻化成你记忆中父母的样子，让你恍惚之间觉得，哎呀，我爹真的回来了，或者给你托个梦说缺钱花了。其实呢，那是那个孤魂野鬼在骗你供养。广钦老和尚当时就警告那些弟子，《地藏经》里说众生业力不可思议，能生种种幻象。很多人去扫墓，回来就生病、发烧、做噩梦，浑身没劲。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招惹了这些该招惹的东西，这就叫阴气入体。你们想一想，清明节那种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悲伤的情绪，你也是哭，他也是哭，那个磁场多低沉啊！从中医讲，悲伤是伤肺，会让人的阳气瞬间掉下来。你的阳气一弱，那个坟地里的阴气一强，
这两个一碰，咔嚓一下就接上轨了。所以老和尚说，你们以为是在尽孝，其实是在跟鬼神打交道。如果你祖先真的投胎去了天道或者转世做了人，你跑到坟地去跟一帮孤魂野鬼纠缠，这对你祖先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没有。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只有坏处。这时候那个老居士听得脸都白了，他哆哆嗦嗦地问老和尚，那照您这么说，我们以前扫墓看到的感觉到的都是假的？广钦老和尚摇摇头，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说也不全是鬼神在作怪，还有一半是你自己的心在作怪。这个道理更深了，叫唯心所现。你想想，你太思念你的亲人了，你的脑子里全是他生前的样子，你跑到坟前，精神高度集中，这种强烈的思念就像放电影一样，把你脑子里的画面投射到了外面。你以为你看见了，其实那是你心里的影子。老和尚看着窗外，指着远处山头上的一片云雾说，你看那云像不像一只狮子？众人都说像。老和尚一笑，云还是云，狮子是你们心里想出来的。扫墓也是一样，你带着执着去，带着悲伤去，你就只能看到你想看的东西，或者看到你怕看的东西。讲到这儿，广钦老和尚总结了一句话，这句话你们要拿小本本记下来。真正的孝顺是让亡者安息，让生者安宁。你去坟头哭闹，是让亡者不安，让生者你自己遭灾，这哪里是智慧的做法呢？这时候禅堂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刚才大家还觉得不去扫墓是不孝，现在听老和尚这么一剖析，大家才发现，哎呀，原来我们以前那种盲目的扫墓真的是既愚蠢又有危险。那个老居士擦了擦额头的汗，长叹一声，师父，我活了70多岁，今天才算活明白了，原来这阴阳两隔的道理这么深啊。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扫墓不行，既有可能拜空坟，又有可能招惹孤魂野鬼，那我们这满腔的思念，还有我们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这颗心，往哪里放呢？总不能父母死了，我们就真的一点表示都没有吧？那样岂不是成了冷血动物？广钦老和尚微微一笑，那个笑容里充满了力量。他说，谁说不让你们表示？我有一套真功夫，能把你们的父母从6道轮回里直接拉上来，这比送2把花，烧2张纸强上万倍。这套真功夫是什么？怎么操作？别急，这是重头戏，我把这个关子卖足了。下面我要手把手教你们这套救亲人于水火的实操大法。好，那我们把凳子往前挪一挪，凑近一点。前面把破旧习讲完了，现在我们要讲新规，这才是这一讲里最值钱的部分。刚才那个老居士问到了关键，老和尚，如果不去坟头哭，那我们怎么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广钦老和尚看着他，还有周围那一圈伸长了脖子的年轻和尚，缓缓地说出了4个字：救命要紧。大家一愣，救什么命？父母都死了，还救什么命？老和尚解释说，你们眼里的父母是那2具尸骨，佛眼里的父母是正在6道轮回里挣扎的神识。俗话讲百善孝为先，但世俗的孝顺顶多是生前给顿饱饭吃，死后买副好棺材，这叫小孝。哪怕你做皇帝封父母做太上皇、皇太后，那也只能管这一辈子。等他们2腿一蹬，万一他们生前造了恶业，掉到地狱里去了，你就是给他在阳间修个皇陵，他在地狱里的油锅就不砸了吗？这话说得太直白，太露骨了，但也是真理。老和尚接着说，真正的大孝不是陪着父母一起哭，而是要有本事把父母从那个苦海里拉出来。怎么拉？
广清老和尚指着书架上的一本经书说，佛经上讲，我们要上报四从，其中父母，是最重的。但是父母跟子女的缘分，光是，往往还有老和尚语出惊人，不出家不知道，一出家才晓得，很多父母跟子女其实是冤亲债主，不是讨债的就是还债的。你们纠缠在那个情爱里，那是剪不断理还乱。要想真正报恩，只有一条路，用佛法的智慧帮他们了脱生死。这时候那个老居士有点听明白了，但又觉得太难。他说，师父，我又不是出家人，我也不会神通，我怎么救他们？广清老和尚笑了，说了一个我们现代人都听得懂的比喻，你不一定要有神通，但你要有功德。你知道功德是什么吗？功德就是宇宙里的硬通货，是那个世界的钱。你父母在那个世界，不管是在轨道还是在做人，如果日子过得苦，是因为他们缺福报，缺功德。你在阳间给他们烧纸钱，那是阴钞，那是假钱，顶多在轨道里买个烧饼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如果你能修行，你能行善，你把你做的好事的能量通过信念汇款给他们，那个力量就大。老和尚讲了一个他在深山修行的故事。我在山上苦修的时候，有时候一入定就是几天，那个心清净到了极点。那时候我起一个念头，回向给我过世的父母，哪怕他们已经转世投胎了，或者还在恶道里受苦，那一瞬间他们都能感应到。就好比他们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人给开了一扇窗，光照进来了。这种力量能让他们少受几十年的苦，甚至直接以此因缘投身到善道。年轻的比丘听得热血沸腾，问道，师父，这就是传说中的一指出家，九足升天吗？广清老和尚点点头，又摇摇头。话是这么说，但不是说你剃了光头，你祖宗就自动成仙了，而是因为你修行、修定、修慧，你有那个清净心的磁场，你用这个大磁场去照着他们，去拉他们一把。这就好比你父母掉进泥潭里了，世俗人的孝顺是站在泥潭边上往里扔鲜花、扔纸钱，哭喊着爸妈你们受苦了，这有用吗？没用，他们还是在往下沉。而真正的孝顺，是你自己先站在坚实的岸上，手里拿根绳子，使劲把他们拽上来。你说哪个才是真孝顺？那个老居士听完这段话，当场就跪下了。他是真的服了。他说，老和尚，我懂了，我以前那是愚孝，是做样子，您教的这个才是救亲人的命啊！广清老和尚看着大家，最后补了一句，所以不要执着于那个清明节去不去坟地，你若真修，天天都是清明节，你若不修，天天住坟地也没用。好了，道理讲透了，逻辑理顺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我们听懂了，我们也想救父母，但我们不想出家，我们还要上班，还要带孩子。作为一个在家的普通人，在清明节这一天具体该怎么做？有没有那种简单易行又特别灵验的方法？老和尚还真留了几招绝活，下面我就要把这些干货全部抖露出来。我不讲虚的，我就教你们几招，你在家里客厅就能做，就能把这份最大的礼物送给你的祖先。刚才我们讲了，真正的孝道是救命，是帮祖先积累往生的资粮。那个老居士听的是心服口服，但他马上就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师父，您说的我都信，但我们是在家人，没那个本事像您一样天天打坐入定，清明节我不去扫墓了，那我在家里具体该干点什么呢？总不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吧？广清老和尚笑了，
那个笑容很慈悲。他说，修行不分在家出家，关键看你的心诚不诚。我教你们3个办法，只要你们照着做，那个效果比你们跑断腿去爬山要好上10000倍。来，我把老和尚这孝亲3招给你们整理出来了，你们记一下。第一招，用清净音代替哭丧音。你们去扫墓是哭哭啼啼的，那个磁场是灰暗的。老和尚说要换一种声音，什么声音？诵经念佛的声音。当时在涌泉寺，正好有一阵钟声响起，当当悠扬，回荡在山谷里。广钦老和尚就借题发挥，指着那个钟声说：你们听，这钟声多么清净。当这个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你们心里那个杂念是不是一下子就没了？我们念经就是要修出这种像钟声一样清净的心。很多年轻人说，老师，我不懂经文的意思，念了有用吗？哎呀，你们要晓得，念经不是叫你搞学术研究，念经是一种音频震动。那个经文的咒语，佛号是宇宙里的一种高频率能量。你张嘴一念，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个发射塔，那个声波发出去能震动虚空。老和尚建议在清明节这一天，甚至在平常的日子里，你在家里找个干净地方坐下来，如果你能读经，就读一部地藏经或阿弥陀经。如果你自认念不全或者嫌长，那就念那句万咒之王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念这一句，念个1000遍10000遍。念的时候心里不要想我跌死了好惨啊，要想光明。你要观想那个佛号变成一道金光，把你过世的亲人笼罩住，这种力量能瞬间消除他们身上的阴气。第二招，用慈悲口代替杀生口，这一招是硬指标。广钦老和尚特别强调上报四从，最起码要劝父母信佛，不杀生，吃素。清明节这一天，你们千万不要吃肉，更不要杀生。你想想，你为了祭奠祖先，把鸡脖子一抹，那只鸡多疼啊！他的怨气冲天，这笔账算谁头上？算在你祖先头上。老和尚说，你在这一天吃素就是放生，你把这个不杀生的功德送给你的祖先，这叫断恶修善。这就好比你的祖先在下面欠了债，你现在不仅不帮他借高利贷，还帮他省下了一笔钱，这才是真孝顺。第三招，用回向文搞定天地银行。这一招是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汇款。很多朋友做了好事，念了经，吃了素，然后就算了，哎呀，太可惜了。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赚了钱，然后把钱扔在马路上，谁捡走算谁，你得定向转账啊。这个转账的操作就叫回向。广钦老和尚当时教导弟子，念经修行所得的功德要回向给先人，这比在坟前烧香磕头要有意义的多。具体怎么回向，我教你们一个最简单的万能公式。当你念完经或者做完一件善事，比如捐了一笔钱或者放生了一条鱼之后，你马上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心里默念或者嘴巴念出来，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历代宗亲冤亲，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名字叫什么什么，愿他们业障消除，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就相当于你在宇宙银行的汇款单上签了字，盖了章，那个能量瞬间就过去了。老和尚说，他在山中修行，亲眼见过，当你真诚回向的时候，那个亡者的境界真的会变。有的本来在黑漆漆的地方，突然就有光了；有的本来很痛苦，突然就笑了。
这就是心力的作用。讲完这3招，广钦老和尚看着那个年轻沙弥，补了一句特别有人情味的话。因为那个小沙弥问师父，那是不是以后永远都不能去坟地看？老和尚笑着说，我没说永远不能去，等到你修行有成，心如明镜，不被外境所转的时候，你去也没关系。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功力不够，去了是送人头，被气氛感染的哇哇哭。等你哪天修得像山一样稳了，你去坟地就是去度众生了。那个时候你走到哪里，哪里的鬼神都给你磕头。你们看广钦老和尚这套方法是不是既科学又实用？嘴巴念佛调频，身体吃素断恶，心念回向会功德。这3招合起来，就是给祖先送去的最好的超级大礼包。我也知道讲了这么多，你们听得很热闹，但是道理再好，如果不去传播，不去利他，那也只是把自己修成了个罗汉，还算不上菩萨。所以这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跟你们讲讲格局的问题。为什么说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还要大？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份善念变成改变家族命运的风水？朋友们，讲到这里，广钦老和尚的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完了。但我晓得现在的年轻人记性都不太好，听的时候点头如捣蒜，手机一关出门就忘。所以我这个当老师的得像老妈子一样，再给你们啰嗦一遍，你们别嫌烦。这几条是保命符，是传家宝。第一，别对着旧衣服哭，你们要时时记住，那个坟墓里的骨头只是你祖先穿破了扔掉的旧衣服，或者住过的旧旅馆。真正的人神识早就走了，你对着衣服哭，那是自作多情，祖先根本收不到。第二，别招惹干净的东西。坟地那是阴气汇聚的地方，尤其是清明节，大家都在悲伤。你如果不修行，气场弱，跑过去很容易被那里的孤魂野鬼或负能量冲到，到时候回来生病倒霉，别怪我没提醒你。第三，真正的孝顺是汇款，不是烧纸。你要想真帮到祖先，就得用功德。什么叫功德？这一天别杀生，嘴巴多念佛诵经，心里做回向。你哪怕只做一样，哪怕只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回向给他们，都比你烧一卡车的纸钱有用。因为这是真实的能量，能把他们从苦海里往上拖。好了，道理都懂了。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很多人问我，我想积福报，我想改运，我想让祖先保佑我发财，有没有最快的方法？有，这个方法只有2个字：利他。你们要晓得，佛法里讲布施，有财布施，无畏布施，还有一个最高级的叫法布施。什么是法布施？就是把正确的道理，把智慧的真理告诉那些还在迷茫中的人。你想想看，如果你听了这个视频，你自己懂了，你不去坟头杀鸡宰羊了，你积了福，但这只是你自己一个人的福。但是如果你动动手指，把这个文章、这个视频转发出去，发到你的家族群里，发到你的朋友圈，也许你身边就有一个正准备明天去杀猪宰羊祭祖的人，他刚好看到了你的转发，他心里一动，哎呦，老师说了，杀生是害祖先呢，于是他把刀放下了，不杀了。朋友们，你们算过这笔账吗？就是因为你这随手一转，一条生命猪或羊得救了，你那个朋友少造了一个杀业，他的祖先少背了一笔债。这一连串的善果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那一念利他的心里流出来的。这就是度人啊！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做了一回菩萨，这笔功德记不记在你头上？肯定记。这就叫自觉觉他，
自度度人。所以别把这个视频当成一个普通的娱乐八卦来看，这是一颗善的种子，你把它种下去，传给谁谁就有福气，传给多少人，你就在多少人的心里种下了智慧的种子。等到将来这些种子发芽了，那个福报回到你身上，那是不可思议的，那是子孙后代都花不完。说到这我也累了，但心里是热乎的。我看得到屏幕前的你，此刻心是软的，是亮的。你可能想起了过世的亲人，可能心里充满了想要报恩的冲动。别把这股能量憋在心里，我请大家做3件小事，这既是支持我，更是为了你们自己。第一，点个赞，关注一下频道。这不光是为了让我高兴，而是你一点赞，你就跟这个善的磁场接上轨了。以后我这里讲的每一句好话，分享的每一个智慧，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大家在一起，那个气场才强。第二，转发分享。就像我刚才说的，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转给你的亲戚朋友，尤其是那些还在迷信、还在执着的人，你是在救他们的慧命，是在给你们家族积德。第三，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善言。我希望今天的评论区不是吵架，不是抬杠。我邀请你们在评论区写下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祖先，愿他们离苦得乐，或者简单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们要晓得，语言是有力量的，文字是有灵性的。当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在评论区里同时发出这种慈悲的念头时，那个力量能震动虚空，那个评论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场。你的祖先如果有灵，看到子孙在这里发这样的善愿，他们会笑，他们会感应到。好了，今天的龙门阵就摆到这。生死不是结束，遗忘才是。而最好的怀念是用我们修行送他们去更好的地方。谢谢大家，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